Hello，大家好，这一期我们来看泽利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泽利这英雄确实很少给大家发出来过，因为我也几乎录不到。哎，怎么讲呢？还是那句话，玩的人太少了。真正去喜欢玩这个英雄的，又被他那个机制搞到崩溃。不过听说我这边了解到很多下个大版本都想要回归，想要去玩新版本啊，3级鞋子那些，因为玩端游的话会太累了，不一定每个人都是吧，有一些年纪上来了，对吧？有一些是没这个时间要去研究，或者说玩一局30-40分钟那么长的局，那手游就是一个很好的替代品。然后左下角的话是推荐出装和符文啊，我们看一下后续它怎么打出优势。对面维鲁斯的话是带那个叫什么？带艾黎的这种消耗流的这种打法。不是带迅捷步伐就玩那种所谓的那种攻速流的攻速特效流，但我们看一下他这种又有什么新的理解。赛季末了嘛，总会出现一些奇奇怪怪。我跟你说，最精彩的就是赛季初，大家都需要看哪些英雄强势，赶紧拿出来上分。然后就是赛季中期，赛季中期说实话不好。非常的不好，然后反倒是赛季中后期或者到了赛季末期，大家是吧掏一些奇奇怪怪的英雄，然后呢有奇怪的玩法，然后去整活啊什么的，这绝活哥啊开始整活那些，就会有新的东西。这里的话，给队友一个信息，上路2个人都没有闪现。黑叔叔还是强啊，黑叔叔，黑叔叔还是素质在线的呀！哎呀，说实话，只要把他那个全能吸血稍微调整一下，什么1级10%的全能吸血，2级15%，3级才20%，那黑叔叔估计就班位直接就降下来了，不可能像现在这么强势的。其实现在感觉设计师就想要去调整到那种不痛不痒的地方，但调整了又稍微有点用，是吧？他又不会完全影响，他就想要干这种事情。但其实哪有那么容易啊？你不小心一调整，这个英雄其实就是很强，但有很多但大部分来说就是调整完以后就没什么用，对那个英雄其实没有任何的帮助。像比如说蝎子，蝎子虽然说调整完了，但玩的人只能说稍微多了一点点，但不多。他这个胜率还摆在那里，不好赢，就是不好赢。而且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英雄本来就不是什么热门英雄，蝎子这英雄。然后蝎子的绝活哥几乎没有，除了某几个就喜欢玩打野的英雄啊，特别是那种喜欢玩那种龙龟打野的那种绝活哥啊，可能稍微会去练一下蝎子，不然的话他们是不会去玩的，很多打野都不会去玩。像我们盲僧这些热门的，他只要玩热门的，他就有流量，有人看，他干嘛要去玩这种冷门而且又不是很强势的英雄？而且这些像冷门的英雄，他不稍微强势一点就会被削完以后更没人玩，更没人看，就是这样子。然后就给人造成一个固有印象啊，这个英雄就是个垃圾。我感觉就是这样子，我不知道你们感觉怎么样。就那句话，
就那句话，就是我之前看过一些博主嘛，他们就有跟他们聊过，有一些做博主的朋友，他们就聊过，当你是为了粉丝，就是说你不是说你发一些你喜欢的英雄，然后去吸引粉丝的时候，而是说为了粉丝去发，就是完全是为了粉丝。比如说我的粉丝就喜欢亚索永恩，我就只发亚索永恩。那当你这样的话，你们慢慢的话，你会走进一个死胡同。现在英雄联盟其实也是这个样子，就是在那里玩那种粉丝喜欢玩什么，我就让他玩他就是热门的英雄是吧？我就让他变得强，而且不会说太弱，可能稍微削一点是调整一下对吧？但整体来说他就是要强，对吧？这种到头来就是你只会拥有你这一步，就是说你服务的那一帮人，而不会说有一些真正喜欢你内容的或者喜欢你这个游戏内容的玩家来玩你这款游戏，知道吧？除非是这朋友带着玩，那另外一回事了。像如果说我一直都是发那个亚索永恩这种英雄，可能我会稍微偏重一下，因为毕竟也是热门英雄嘛，我要去让大家看多一点点，是吧？学习一下这种高端英雄从欣赏角度上来说，观赏感也很到位。但我还是会强迫着自己去发一些这种像哲利这些英雄。这里的话，刚刚还想蹲一波，但没想到辅助已经回了。这里是有大招的，他这边带公里秘术其实就是为了增加这个哲利的这个爆发。哲利的缺陷就是爆发不是很足，知道吧？所以他只需要提升一下这些爆发，所以选择带了这个公里秘术。哲利爆发确实不强。哎呦，这里被蹲了，套个虚弱，一技能滑过来，永恩一个 Q 闪接大招全空，那应该是那个留不下来的大招，对秒直接 A 一下给个大招，其实就秒掉了。这个血量确实活不了的。炸弹人。其实我之前是不是有说过推荐你们去玩炸弹人？其实炸弹人在这个版本不弱，非常的强势，而且他刷线、推线、支援其实都可以非常的到位只要你会玩的情况下。这个时候辅助已经开始梦游了，你已经很久没发现辅助跟着射手，你没发现？不过这个时候是确实是在家里面蹲的，但前面你会发现，这个辅助开始游起来就那波回城以后，这射手就一直孤身一人。这边辅助还是要跟着射手才行你一个软辅，你多多少，除非你的射手太垃圾，那没关系。这里可以看到，他选择第二件做训刃其实后来就是从版本末才开始陆陆续续有这种射手的玩家或者射手的绝活哥开始做训刃这件装备。前面的话他们都不选择做，因为确实爆发很低，就是关键时刻也不一定能打出自己的那个该有的伤害。反倒是赛季末的游戏环境能让自己是吧？就是能让很多英雄利用训战去打一打持续输出，或者说这攻速加快以后那个持续输出拉满，是吧？但你可以看到，刚刚如果就怎么说呢？没爆发，然后呢攻速快是快，但其实很刮痧。
其实瑞文跟泽利亚两个人很灵活的话，又可以很容易过抢，是吧？其实两个人是可以去尝试去入侵对方的野区。哎，做了训练，这个攻速确实快啊，看起来还是挺不错的。这里甚至大招都没给出来，利用自己的一个小操作啊，拉扯了对方。缓过来，这里还在蹲，有大招一直黏住对方，只要他的大招能碰到敌方英雄，就可以一直续上。完了，瑞文不打算来了，闹脾气了。这瑞文被单杀吗？真被单杀了！瑞文反杀，应该还是活不……真的反杀了，刚好队友来了，笑死！好吧，对面卢锡安没说法的啊，他绝对是带错天赋了。他带攻速流，他带致命节奏，早就可以把这个瑞文给收了。带艾莉，我想不明白这什么出装带什么符文带法。乐，这是看笑了，属于是。这里没必要去追啊！你这一波兵线就只是300金币，知道吧？你漏这波兵线反而是亏的。但吃完差不多了啊，他还上来搞事情，那你就追就行了。优先，我讲经济的优先级是一定是兵线是最先，然后敌方野怪是第2，然后敌方英雄是第3，知道吧？但终结比赛来说的话，双龙那肯定是最优先的啊。但这个没法，不用去比什么的，这种就是没办法比了。你要终结比赛，那肯定拿龙是最容易终结的呀。但你从经济上来说的话，那肯定是这个兵线，然后就是野怪。但野怪里面就分敌方野怪和自家野怪，你自家野怪就等于是吃自家经济啊，就抢经济了。如果你是单独是吃对面的野怪，那你就是限制对方发育，又能发育自己啊，就是这种，就是效果是 double 的。但如果说自家野打野刷不过来，一直都在反野，那你就可以多去刷一下自家野区。像现在这个情况，自家打野刷不过来，那你就可以去把他的野区红 buff 给刷了。到这个时间点10分钟往后啊，野区是打野是没有时间把所有野怪刷完的，除非这种顶级高手啊，节奏特别好，对吧？而且他也不去单带，他就每次就杀人、收人头、打团，打完团拿龙，然后推进啊，甚至推进他估计做不了。我这里怒手想蹲一手，老黑直接一掰结束。利用这条大龙做推进啊，魁桑迪干嘛呢 ？TP 回去 ，TP 过去守塔，然后那双人路岂不是又被反抓？其实这个瑞文也是神奇，在那闹脾气，对，一直在上路，不知道在干嘛。有点恶心人，我感觉。一过来大招，完了吃了对方大招。
被拉到闪现跑不了了，掉了个死亡闪现。哎，亏上那什么，那手没有劈出来那一下。哎，这个瑞文，看到没有？又要闹脾气，看起来有操作，实则就废的，根本就没操作在那里，你知道吧？我不知道他不是为什么闹脾气啊？因为开龙，然后没人帮他吗？不知道。有点搞笑，所以我觉得，就是这种就是网上说的那种少爷的，我不知道，反正这个是我们这边的网络梗了，就是就少爷来了闹脾气，是吧？就是少爷在我们的印象里面就是要哄的嘛，然后要哄是吧？要让他少爷的话要心顺起来是吧？心情要好才能才能什么是吧？做好事情啊，闹别扭啊就什么不太行啊什么的。这里的话 W 是可以探视野的啊，所以有时候是可以尝试利用墙去探这种视野。完了，这里被诺手蹲到，但这边找到落单的维鲁斯，直接先秒这个维鲁斯，再反秒这个诺手，这一波立大功了。有时候射手必须在这种刀尖上，就是有队友坑的队友啊，就是正面团很难打的情况下，射手其实只能在刀锋上填血。这瑞文还在上路。就这种，就是吃完经济然后就去送，你知道吧？这种真该举报，我跟你说，这种是真要举报。这是纯摆烂嘛？这波团战应该是能压过去，因为这边还不好压，还是得要拿这个远古龙。找一波机会，对面维鲁斯也是搞笑，这不都有大龙 buff， 肯定附近有人。那可以尝试一波嘛？就只有一个露露啊，还有个永恩，直接推塔推赢了。那行，那这一期的话就到这了，欢迎大家的收看。